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抵达莫斯科，开启其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22号，王毅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的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王毅强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我们更不会被第三方的胁迫和施压所压倒。王毅首先向普京总统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去年底，习近平主席与总统先生举行了重要的视频会晤，全面总结了两国关系发展成果，也为新一年中俄关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王毅表示，他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共识，推动中俄的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丰硕的成果。当前国际形势确实严峻复杂，但是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的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危机和乱象虽然时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危中有机，危可转机，这实际上是历史的辩证法。这个需要我们更加主动的识别，更加积极的应变，来不断的深化我们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当然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我们更不会被第三方的胁迫和施压所压倒。王毅表示，中俄共同支持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它完全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完全符合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的愿望。我们愿意同俄方一道，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全方位的务实合作。那么，为维护我们两国的正当的权益，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普京表示，俄中合作对稳定国际局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稍早前，王毅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为了深刻演变的国际形势，中俄双方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建设多极化世界的大方向。拉夫罗夫表示，中俄关系正在稳步而蓬勃的发展，尽管世界舞台上高度动荡，但我们展示了凝聚力，并准备在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基础上捍卫彼此的利益。此前一天，王毅还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举行了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双方牵头人会晤。中俄新时代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呢，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是一种我们说在新的这种这个国际背景下、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大国这个之间关系的一种新型的模式。我们希望不仅是中俄之间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大国关系的模式呢，推广到和所有的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中。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在与拉夫罗夫以及帕特鲁舍夫会晤时都强调，要积极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单边霸凌行径。而王毅在与帕特鲁舍夫就当前国际战略形势进行讨论时也提到，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多边框架内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多努力。双方认为，应坚决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反对引入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和意识形态对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表示，从中可以看出，中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有着重要共识，双方都坚持以国际法准则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基本准则，并且都强调坚持践行开放、平等、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原则。康杰认为，当前国际背景下，中俄共同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发出了强烈信号，直接针对的是这个美西方他所试图达成的这样另外的一种世界图景，就是这个美国的单极霸权，然后这个美西方的这种小圈子、小集团主导的，向这个其他国家强加他们的意志，动辄呢用这种经济科技的封锁呀，用这个经济科技的制裁啊，这种
文化上的这种舆论上的攻击啊，这种整一系列手段为特征的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世界上大多数这个人民都是支持这种多极化的非霸凌的这种反小集团的这样一种世界途径。王毅此访恰逢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在与帕特鲁舍夫会谈时，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而此前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王毅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时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我们不愿看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愿同国际社会一道，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持之以恒地争取和平。王毅还在慕安会发表题为“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主旨讲话时就宣布，中方将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国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20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介绍这份立场文件时表示，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采取冷静务实态度；战火越是严荡，越不能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和平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和平。22号，汪文斌再次回应了相关提问。我们此前已经多次介绍过，中方将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相关的消息呢，我们会及时的发布，你可以保持关注。观察指，中方即将发布的相关立场文件有利于推动乌克兰危机有关各方尽早找到有效化解危机的途径。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1号在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向乌方分享了中国提出的和平方案要点，一旦收到完整文本材料，乌方将仔细研究。He shared with me key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peace pla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receiving the text, but you need to get into every detail. So once we receive the paper, we will thoroughly examine it and come with our own conclusions. 值得注意的是，21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大放厥词，声称北约成员国愈发担心中国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上的武器。汪文斌对此予以坚决驳斥。他表示，众所周知，美国等北约国家是向乌克兰战场输送武器的最大源头，现在却不断散布中方可能向俄提供武器。有关的伎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就已经使用并被戳破。北约究竟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始终坚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个应该、4个共同、3点思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此前，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对中国大肆抹黑，声称他们获得一些消息，表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支持。中方就强调指出，向战场源源不断提供武器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号施令，我们也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访问俄罗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您有什么样的观察？王毅主任访问俄罗斯与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是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之下的常规活动。但是此次中俄外交和战略官员的会晤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的关注。其中的原因呢，就在于俄乌冲突还在继续，中俄之间的常规的外交活动呢，也会引起过多的关注。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当事方，从冲突爆发之后，中方就一直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开启对话和谈判。中国站在和平一边。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在俄乌冲突之外，英法美虽然没有直接派兵参战，但是已经深度的卷入其中。中国有推动各方进行接触和沟通的优势地位。在俄乌冲突还处于焦灼之际呢，中俄之间的互动就被寄予了很多的期待。我们也看到，此次王毅对俄罗斯的访问也是一系列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呢，王毅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并且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与多国外交官员举行会晤和见面，包括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见面。因此呢，此次外交活动其实是与各方交流看法，尤其是欧盟国家重启和发展中欧关系，
了解各方的想法和诉求。除此之外，在中俄外交高层会晤之际呢，中方也正式发布了文件，阐述了中国的安全观念，提出了全球安全的中国设想。这一文件呢，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抱以期待，在俄乌停火止战的问题上做出贡献。中俄外交与战略高层的会晤，也是中国呼吁和推动各方走向谈判桌的重要的努力。当然呢，也有一些媒体担心中俄走得太近，甚至怀疑中国援助俄罗斯。但无论欧盟还是美国都确认并没有证据，也就是说，这种怀疑和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外交部门多次强调，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之上。越是国际形势复杂的时候，越需要坦率的沟通和交流。王毅主任的欧洲和俄罗斯之行呢，无疑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呈现，也能够减少外界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好的，谢谢孙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应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邀请，外交部长秦刚于2月21号至23号访问印度尼西亚。22号，秦刚与雷特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第4次会议，双方就东盟战略自主共同发声。这是秦刚在农历新年之后的首次出访，也是他就任外长后对周边国家的首访。就此，深圳卫视记者以视频方式独家专访了正在雅加达的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当地时间2月22号，秦刚在雅加达同雷特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第4次会议后，共同会见记者。雷特诺表示，印尼坚定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主张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代理人，不能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将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继续同中方加强合作，发挥东盟独特优势和经济增长中心作用，助力全球疫后复苏。秦刚强调，中方始终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全力支持印尼发挥轮值主席国作用，打造东盟增长中心，促进地区疫后复苏。新冷战大国竞争不应在亚太地区出现，地区国家不应被迫选边站队。相信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将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做出判断和选择。中方支持东盟战略自主、团结自强，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包容性区域架构，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今年是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周年和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同时也恰逢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对于秦刚外长在特殊时间节点展开的行程，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印尼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并感到荣幸。 We look forward for a very productive and successful visit.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visit marks the continuity of bilateral engagement and high-level exchanges between leaders and, in particular, ministers of both countries that we hope will, of cours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机制会议上一次举行是在2018年的北京，当时两国就共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周浩黎看来，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机制的意义体现在两国高层致力于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定期协调多个领域的各种活动，以评估、实施和确保成功造福两国命运共同体。今年是中国和印尼建交73周年，周浩黎在专访中多次强调，元首外交为中印尼关系高位运行提供战略引领。去年7月，印尼总统佐科访华，成为北京冬奥会之后首位应邀访华的外国国家元首。11月，习近平主席赴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印尼成为了中方领导人在中共20大之后的首访首战。两国元首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揭开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周浩黎认为，两国关系能持续向好发展的动能基于3大支柱因素：政治和安全、经济发展以及人文交流。同时，他还分享了中国和印尼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一组数据。2022年，中印尼两国贸易额达1490亿美元，中国对印尼投资达82.3亿美元，双双刷新历史纪录。中国还连续10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并且是印尼第2大投资来源地。
展望未来，周浩黎认为，两国在未来5年积极实施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达成的中印尼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至2026至关重要。Despite the limitation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starting from 2020 January,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as the figure shows, continue to grow stronger than ever. And of course, the new one. And it's of course with the visit of the current foreign minister. So this is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contribut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 And the other things is people to people, socio-culture.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公民出境旅游有序恢复，多国热情欢迎中国游客，印尼正是其中一员。As happened before COVID, we offer a lot of things in Indonesia, many new destinations, not only Bali. We have more than 17,000 islands in Indonesia, rich in culture, rich in history, and we are a friendly people. Beautiful islands, beautiful beaches, seas, and of course, food. So please do come and visit wonderful Indonesia. 2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商战展览中心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长接近2小时。普京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俄罗斯的做法以及批评西方的所作所为，强调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是不可能的。普京讲话的内容最受国际舆论关注的是宣布将暂停履行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国家杜马22号通过普京提交的法案。普京21号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俄罗斯将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当天晚上，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就表示，普京已经向杜马提交了相关的法律草案。草案规定，俄罗斯与美国2010年4月8号在布拉格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终止执行，直至俄罗斯总统决定恢复执行该条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事，俄罗斯没有提前通知美国，美方也是通过俄总统普京的国情咨文获知的。对于俄罗斯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一时间回应表示，这是非常令人遗憾且不负责任的行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北约对俄罗斯这一决定感到遗憾。有分析指出，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前主要还是想在心理上对西方加大威慑。美俄中导条约在2019年失效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了两国唯一存续的军控条约。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11年2月5号生效，有效期10年。2021年2月3号，俄美双方互换外交照会，完成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协议的相关内部程序，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2月5号。这份协议的重要意义就是两个核武大国以可相互核查、不可逆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削减能直接威胁到对方领土的战略核武器。协议中约定，双方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超过1550枚，已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均不超过700枚等。据美国国务院透露，截至去年9月1号，美军总共部署了1420个核弹头和659个战略投送系统，而俄罗斯部署了1549个核弹头和540个战略投送系统。此外，该条约还设有设施核查机制，美俄各自的核查小组每年可以对对方国家的核设施进行18次临时通知核查，以确认对方是否履行了条约。而普京在21号的演讲中表示，北约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恢复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包括允许监察员检查核武以及国防设施，这是一场荒诞剧。苏联解体后，美国不顾别国利益，试图巩固其全球霸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持续巩固自身核武器库，以对付俄罗斯。他还进一步表示，有消息表明，美国已在考虑进行实际的核武器试验。一旦美国这么做，那么俄国防部和俄国家原子能公司应该也会准备进行核武器试验。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这一决定是由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向俄罗斯宣战造成的。因为美国建制派一直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上施压俄罗斯，可以在俄乌冲突中肆无忌惮地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从而限制和摧毁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强调，理性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想要打败俄罗斯，那么世界就处于冲突的边缘。俄罗斯有权用任何武器进行保护自己，包括核武器。俄罗斯这个现在宣布暂停这个谈判呢，实际上也是在向这个美国方面的，包括这个欧洲方面的他们的这个决策者施压，就提醒他们这个有潜在的这种核升级的这个风险。这个并不意味着说俄方就此就会大规模的扩展自己的核武库呀，就会这个改变自己的这种核武使用的门槛呀。不过，普京在讲话中也强调，俄罗斯不是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是暂停。普京还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未来要谈判重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得把直接对抗俄罗斯的北约视作一个整体来谈才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认为，普京实际上是想美国把英法两国拉上，把两国的战略核力量算在其中，进而在美英法之间制造裂痕。因为美国呢是非常希望去保留这样一个条约的。如果说美国为了能够恢复这个核谈判，去向英法施压的话，那么势必就会扩大美国和英法两个盟友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普京可能希望达成的目的。事实上，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核查机制问题，美俄双方已拉锯多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美双方关系恶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定期核查在过去3年中都没有进行。去年8月8号，俄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已通过外交渠道通知美国，将暂时停止美国对其设施的核查活动。俄罗斯强调，这纯属被迫之举，因为单方面的反俄制裁，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正常航空服务已经中断，一些国家的领空已经关闭，俄方核查人员无法乘机前往美国，但美国检查人员前往俄罗斯却不受限制。俄罗斯外交部向相关国家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去年11月，美俄曾计划启动讨论恢复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下的设施核查机制，但未达成一致。纽约时报本月21号报道称，美国官员几个月前曾表示，他们已经解决了准入问题，将允许俄罗斯核查员进入美国，前提是美国核查员拥有对等的权利。不过，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明确表态，不会允许美国核查人员调查俄罗斯的核设施，因为他们可能会把他们的发现传递给乌克兰，以发动进一步的攻击。普京还在讲话中指责西方直接参与了对俄罗斯战略航空基地的袭击，俄方明确指出有北约成员国参与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无人机利用了美国卫星定位数据，并使用美国 GPS 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导航。美国和北约呢对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其实最大的支持就在于它的这些情报和这个战场态势指挥等的这些支持，就这个美西方的这些太空资产、航空资产，这个其实一直在这个乌克兰上方和这个黑海上方活动，就是为这个乌军呢提供了大量的这个俄方的这个情报，包括呢，其实还在一些作战行动中呢，它其实直接参与了这个指挥和策划。而据俄塔斯社22号的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古巴导弹危机后设立的克里姆林宫白宫热线仍在运行，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需要使用该热线的情况。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的1963年6月，美苏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建立直接交流热线的备忘录。这条直接交流热线是为了建立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防止因误解或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导致核大战的爆发。后来，这条美苏热线就变更为美俄热线，成为两国避免爆发核大战的沟通方式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就俄方暂停履行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了回应。汪文斌表示，该条约是俄美本世纪达成的重要双边核裁军条约，也是目前俄美之间唯一的军控条约，对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增进国际与地区和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注意到俄美在履约问题上的分歧，
希望双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确保条约顺利执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2名知情美国官员消息声称，在美国总统拜登20号短暂访问乌克兰期间，俄罗斯进行了一次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在导弹试射前通知了美国，美方不认为这次导弹试射是反常现象或冲突升级的迹象。不过，美国官员认为俄方此次试射没有成功。如果试射成功，普京在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应该会强调此次试射。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此进行回应时称，所有值得公开说明的信息都是通过国防部相关渠道发布的。他还呼吁不能相信媒体报道的所有消息，尤其在 CNN 是消息源的情况下。该媒体近年来彻底败坏自己的名声，完全为美国政治精英中某些团体和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根据俄罗斯此前公布的消息，第5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重量超过200吨，可采用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可突破敌方反导系统。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曾介绍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一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去年4月，俄罗斯成功试射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俄方将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国家杜马22号通过了相关法案，那您对此如何解读呢？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与拜登的基辅之行呢是较前较后，有一点隔空较量的意味。普京关于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主张呢，还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不是退出，只是暂停。至于会不会有核威慑的效果，还需要观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之间仅存的核军控条约了。2011年，双方签订了这一条约，双方同意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减少到1550枚，同时呢，赋予双方对另一方的战略力量进行实地检验的权利。2021年，拜登上台之后呢，双方同意将条约延长5年，内容保持不变。这一条约对美俄2个核大国来说呢，其实是有意义的，避免了核军备竞赛的负担，但不减损2国的核威慑地位，因为美俄2国的核弹头占全球的90%以上。普京表示呢，俄罗斯是被迫做出这一决定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及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而乌克兰用军援的武器袭击了俄罗斯的战略基地。换句话说呢，美俄之间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美国与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包括主战坦克在内的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呢持续消耗俄罗斯。俄方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其实呢是想迫使美国与俄罗斯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呢应该是广泛的，包括英国、法国2个核国家要不要参与这一条约。梅德韦杰夫最近的谈话也表达了俄罗斯暂停这一条约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宣战，俄罗斯才做出这一反应。同时强调了俄罗斯不是退出，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重新加入这一条约。从俄罗斯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美国和北约将乌克兰战场作为持续消耗俄罗斯的支点。从近期欧美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看到，西方的目标是打败俄罗斯，这与此前的目标有了不小的变化。第二呢，俄罗斯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基本上是围绕着俄乌冲突展开的，他对于未来的前景呢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强调要谨慎地一步步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计划。俄罗斯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是在开辟新的领域，或者说增加一个筹码，试图扭转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境。至于说这一行动是不是表示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不能将暂停军控条约与使用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不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还没有被打破。另外呢，美俄之间的核均衡依然稳定，同时核军控和核均衡对俄罗斯来说更加重要。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继闪电式突访乌克兰后，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1号在华沙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并发表演讲，为西方联盟过去1年的援乌抗俄努力进行辩护，并强调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此访演讲恰好在俄总统普京国情咨文发表后，
美俄针锋相对的意味甚浓。白宫还发布消息指，22号启程返美前，拜登还将与9个北约东翼国家领导人会面。欧洲舆论认为，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在冷战诞生地发表演讲，重申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象征意义。当地时间21号晚间，拜登在位于华沙的波兰皇家城堡发表演讲，一上来就提到自己此前一天突访基辅的见闻。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Kyiv stands proud. It stands tall, and most important, it stands free. 拜登为俄乌冲突以来西方联盟历时1年的援乌努力进行了辩护，并强调俄罗斯想要征服一个主权国家的企图绝不会得逞。And Ukraine will never be a victory for Russia. Never. 俄乌冲突发生大概1周年之际呢，他的这个讲话呢，也是代表了美国这个领导这个北约集团呢，这个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决心，也是提振西方的这个继续这个行动的一个信心。演讲中，拜登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还形容普京是一心一意要重建帝国的独裁者。而对于几小时前普京在2023年国情咨文中重点批判西方正密谋破坏攻击俄罗斯一事，拜登在演讲中反驳称，西方没有这么做。 The West was not plotting to attack Russia. As Putin said today. 据美媒统计，拜登在讲话中10次单独点名普京，而普京在当天早些时候持续了1小时45分钟的国情咨文中，11次提到美国，10次提到北约，却1次也没有单独点名拜登。然而，这种隔空互呛展现出的针锋相对意味已令外界哗然。拜登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北约不会分化，将对乌克兰支持到底。Our support for Ukraine will not waver. NATO will not be divided, and we will not tire. 拜登重申了北约第5条款有关集体防御的承诺，即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北约将做出及时反应，并宣布美国将主办明年的北约峰会。外界注意到，这是拜登不到1年内第2次访问波兰，上一次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的去年3月。有报道援引德国智库人士称，冲突爆发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在波兰领土上发表演讲，重申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象征意义。冷战期间，苏联和几个东欧国家1955年签署了华沙公约，从而形成了冷战中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对抗的华沙条约组织。由此，波兰首都华沙也被视为冷战开始的地方。该智库人士表示，无论俄乌冲突走向如何，波兰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处在前线。拜登在华沙条约诞生地发表演讲，想传递什么信号？听者不会意识不到，至少俄罗斯人不会。我觉得在波兰做这个演讲，一方面呢，也是当然是对波兰的支持啊，因为波兰是在整个北约支持俄乌军事冲突当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这个所谓前线啊。波兰呢也当然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当然这个呢也是向这个整个西方盟友的一个讲话，也就是提振整个北约和西方集团的这个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一个信心。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称，作为邻国乌克兰的坚定盟友，波兰成为欧洲在对俄冲突问题上的主要鹰派国家，一直极力主张对俄实施更严厉经济制裁，呼吁西方对乌援助先进武器，并为之提供了关键的后勤枢纽，在西方联盟对俄威慑和防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在21号会见波兰总统杜达时表示，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持至关重要。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日前表示，两国正就增加美国在波兰驻军人数以及建立更永久的军事存在进行谈判。目前有大约 1.1 万名美军在波兰进行轮换。波兰媒体认为，乌克兰危机使美国与波兰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去年6月，拜登宣布在波兰建立永久性美国军事基地，这是美国在北约东翼建立的第一个基地。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接收了超过150万乌克兰难民。波兰当地媒体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约 63% 的受访者认为，自俄乌冲突以来，波兰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约 68% 的受访者支持执政党提出的增加驻波美军等提议。既出于的这个切实的对于自身这个安全各方面的这负面冲击，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思考，同时也是出于提升到自己在地区和层面的政治影响力这么一个目的。根据白宫消息，拜登计划在22号返回华盛顿之前，与来自被称为布拉勒斯特9国及所谓 B9 国家的领导人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B9 由北约东翼的9个国家组成，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由于历史原因，当中大部分国家对俄态度比其他北约成员国更加强硬，并且正在推动对莫斯科做出更有力的军事回应。观察认为，展示对乌克兰的集体性支持，并强化与北约东翼国家的合作，是拜登此行的2大目标。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拜登与 B9 领导人会面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他此次访问波兰，是对欧洲东部地区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既能向其伙伴表明需要这些国家的投入和支持，也能借此提醒普京，将战争扩大到北约领土上的后果将是什么。在俄乌军事冲突当中，北约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也是体现了美国在西方同盟当中，以及在这个影响这场冲突走向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一个支柱所以北约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强调北约的这个作用当然是也是为了这个巩固美国跟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提升北约的这个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华盛顿邮报》认为，尽管拜登此次出访高调秀出的团结和对乌支持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力挺，但他无法忽略在国内所面临的挑战。美联社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48%的美国成年人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低于去年5月份的60%。一些媒体认为，这些结果已经显示出美国民众对援助乌克兰感到厌倦。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乌所有援助都是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下交付的。但随着去年11月共和党重掌美国众议院，拜登政府并不能保证所有援乌资金都能得到国会的批准。拜登现在讲的要支持到底，一方面是给盟友讲的，我作为带头的，我都要支持到底了，那你们这些国家一定也要支持到底，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他是对国内喊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美国现在国内呢也是财政上捉襟见肘，美国政界特别是国会呢，对于大幅度的这种持续的援乌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浪。原因就是什么呢？其实美国自己地主家都没余粮了，不是拿余粮在援乌，现在是拿自己口粮在援乌，这肯定不行。所以呢，就是拜登现在这种政治表态呢，必须做，也就是说，国内要说服反对派，在国际上要说服盟友们跟着他一块儿把这个援乌的这个行为呢进行到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俄总统在几小时内隔空喊话，都没有要针对俄乌冲突停战谈判的意思。那您怎么看今后的局势演进呢？主持人好，你的比喻呢很贴切，隔空喊话，而且呢是在很近的距离喊话，双方呢都没有妥协的意思，双方呢都宣称不怕苦难，要争取胜利。这意味着呢，俄乌军事冲突还将持续，很可能呢会打成长期战争，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从俄罗斯角度看呢，拜登突访基辅，进一步的坐实了俄乌冲突实际上呢是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冲突。因此呢，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抨击这个俄乌冲突源自西方的挑衅，使美西方呢在企图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无限的权利。因此呢，俄罗斯要谨慎而系统的达到目标，会继续战斗下去。从美国的角度看呢，俄乌军事冲突是所谓的民主对专制的战争，是北约团结的象征，也是对俄罗斯的反侵略战争。拜登演讲中呢宣称，北约国家在对乌克兰的支持呢是不会动摇的，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的胜利品。他选择签署华沙条约的这个波兰首都演讲，也大有这个北约呢要碾压俄罗斯的意味。也就是说呢，美国将继续的这个援乌抗俄，直到乌克兰胜利。美俄两国总统共同的声音是不惜一切代价让事情继续下去，也就是呢要让冲突持续下去。除此之外呢，普京还宣布俄方呢暂停履行新削减核武器条约，增加了拥有全球90%的核弹头的美俄两国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换句话说呢，
美俄总统的隔空喊话，加剧和升级了俄乌冲突。那么今后的战场将更惨烈，伤亡人数会更多。您认为什么时候俄乌有可能重启谈判，政治解决争端？中国的和平计划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吗？这是一个好问题。首先呢，我们看俄乌重启谈判。去年呢，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后，这个双方呢也曾进行了多轮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据说呢，和平协议的框架都有了。但是呢，在美国的教唆和武器援助下，俄乌呢在战场上这个隔上了将近1年，谈判呢也搁置了。而且后来啊，双方提出的停战和谈的条件呢都很高，很难让对方接受。于是呢，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谈判桌上拿不到的，要在战场上拿到，也就是呢要打下去。那么打了1年以后，为何仍在僵局中呢？可以说呀，双方的筹码都压错了。俄罗斯呢希望通过战争来分化欧美，起码呢欧洲不愿再支持乌克兰。但是呢，北溪管道被炸以后，迫使欧洲不得不支持战争。北约呢仍然是团结在一起，一直的对抗俄罗斯。俄罗斯呢期待的欧洲受不住凛冬考验而不得不低头，也因为啊这个凛冬没有发生，尤其呢是美国的能源及时补位，虽然价格很高。而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希望呢，也是落空了。本想呢，通过核弹级的经济制裁打垮俄罗斯经济，无法呢支撑起军事行动。但是呢，俄罗斯经济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仍然能够支持军事行动。目前呢，在进行冲击反攻。那么什么时候可能重启谈判呢？我想呢，可能就是在双方呢都打不起的时候，也就是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都打不起了，对双方经济的伤害超过了军事损失，就可能谈判。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去年1年呢，因为俄乌冲突，全球经济产出减少了1.6万亿美元，德国经济损失1000亿欧元。那么今年战火要是继续持续啊，那全球产出呢将再减少1万亿美元，德国经济损失呢会达到1600亿欧元。就是说呀，只要是战争持续，全球呢都是受害者。那怎么办呢？劝和促谈。现在有一个迹象是，针对俄乌冲突粗略划分的3大阵营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挺乌派和挺俄派还在喊打打打，但是呢，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中立派正在向劝和促谈方向推动，包括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王毅呢，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预告呀，将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后，那么得到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呢，也在期待看能不能呢切实的推动和平进程。担任20国轮值主席国的印度今天呢，也对俄乌局势表态，说呢这1年内不会考虑制裁俄罗斯。现在呢不是战争时代了，应该促进和平。所以我认为呢，虽然劝和促谈需要花时间凝聚共识，需要协调各方的诉求，但终究呢为结束战争、减少全球经济损失提出了新的思路，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